暗河传》的最新剧情中，在大皇子萧勇和飞虎将军典业的指使下，男爵刀鬼许流云突然对白鹤怀出手。刀鬼许流云出手狠毒，一定要置白鹤怀于死地，最终导致白鹤怀重伤昏死，命悬一线。见此情景，苏沐雨颇为愤怒，直接杀到了飞虎将军典业的府上。原本典业并不是苏沐雨的对手，他马上就要死在苏沐雨的剑下，却没想到谢在野、叶押和药人唐灵皇突然出现。苏沐雨由于经过了与刀鬼许流云之间的殊死搏斗，他元气大伤，已然是强弩之末。面对唐灵皇这种逍遥天境级别的金身药人，苏沐雨根本无力再战。这个时候，苏昌河正在闭关修炼，苏哲并不在天启城，穆慈灵又不知所踪。苏沐雨浑身是血，内力几近枯竭，面对唐灵皇那足以开山裂石的一掌，他已无力闪避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身影如鬼魅般掠过，袖袍一卷，便轻描淡写地划去唐灵皇的致命一击，随即反手一掌拍出，掌风带着森然鬼气，竟将那刀枪不入的药人硬生生震退3步。来者微微一笑，对着狼狈的苏沐雨说道：“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副模样啊，小沐雨。”这位在危急关头现身，一掌击退逍遥天境巅峰药人的，正是暗河中辈分极高的元老苏云秀。他是苏沐雨或苏昌河的老师，被尊称为师范。在暗河这个杀手组织中能被如此尊称，本身就意味着实力与威望得到了公认。从剧中设定来看，苏云秀是苏沐雨或苏昌河曾经的老师。原来在暗河内部，老师被称为师范，但是暗河之人并没有固定的师傅，有的人教剑术，有的人教暗杀，像苏哲和穆子哲都曾教过他们。苏云秀是暗河的元老级人物，跟苏哲属于同辈。他曾是藏书楼的楼主，后来假死退隐，却始终关注着暗河的动向。为什么苏云秀的容貌从来都没有变过？穆清扬认真地盯着苏云秀，发现现在的他就算和自己站在一起，也根本分不出谁更年长几岁。可藏书楼楼主苏云秀明明和哲叔是同一辈的暗河杀手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穆清扬发出疑问。其实苏云秀，我只是离开了暗河，他们追踪不到他的下落，便只好说他死了。可他是苏云秀啊，他可是苏沐雨或苏昌河的老师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去死呢？苏云秀逼问苏沐雨：“小沐雨，你见到老师没有死，活生生的站在你面前，为何没有展露一丝的喜悦之情呢？”其实是苏沐雨和苏昌河不相信苏云秀死了，他们还专门去查过，他们有9成把握苏云秀逃走了，还有1成是他换了身份，重新隐匿在暗河之中。苏云秀逼问重伤的苏沐雨承认对白鹤怀的感情，称有人让你学会说喜欢，这很好。另外，根据最新版小说来看，苏云秀似乎还是苏白衣的后人，雷云鹤的师姐，君玉的小姨子。出场虽然晚，戏份也不多，但是苏云秀绝对是暗河传的重量级角色，因为从种种迹象来看，他的实力简直深不可测。面对金身药人唐灵皇，玄武使唐连月几回合就败下阵来，不得不仓皇逃走。而反观苏云秀，他轻轻松松就能带着重伤的苏沐雨，在唐灵皇面前全身而退。当谢在野想要追击的时候，叶押还连忙劝阻：“你们如果追上去，都会被他杀死。”由此可见，叶押等人非常忌惮苏云秀。金身药人应该是大逍遥巅峰，苏云秀能轻松压制，说明他最少也有半步神游的实力，相当于巅峰时期的卓青。若论暗河的第一高手，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认为是苏哲，要么就是苏昌河、苏沐雨或者穆慈灵。然而实际上，苏云秀才是整个暗河的战力天花板。暗河最霸道的武功无疑是研魔掌，所谓研魔掌，一进一层楼，登上8层可见天地，登上9层便是天地。穆慈灵和苏昌河都将研魔掌修炼到了第9层，他们的实力就已经很强悍。而苏云秀呢，他却把研魔掌练到了第10层，而且目前是唯一一个练到10层的人。除此之外，苏云秀还修炼了大春功，即天下第一李长生修炼的功法，因此苏云秀能够保持自己容貌不变。不过，
李长生修炼的是完整版本的大春宫，而苏云秀修炼的则是残缺版本。原着中，苏云秀年轻貌美，看上去跟穆雨墨年龄相仿。苏云秀的武力修为堪称神游玄境之下的天花板，与他同辈的苏哲实力已至大逍遥境后期，但在苏云秀面前仍显得逊色。最能体现其恐怖实力的，便是他那以真化境的炎魔掌。炎魔掌是暗河大家长一脉的至高武学，修炼难度极大，反是一强，而苏云秀却将其修炼到了第9重巅峰境界。与他对抗的金身药人唐灵皇，本身已是逍遥天境的高手，经诡异夜压以药人之术炼制后，更是达到了逍遥天境巅峰，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。苏云秀能一掌将其击退，这份功力放眼整个江湖也难觅几人。除了深不可测的掌法，苏云秀的内力也极为深厚，这是长年累月修炼和实战积累的结果。相较于剧中其他锋芒毕露的女性强者，如剑仙李寒衣、擅长药人之术的夜压或用毒高手穆雪薇，苏云秀的强大更显内敛和沉稳。她不像李寒衣那般名动江湖，也不像夜压那样搅动风云，但每次出手都足以改变战局，影响着暗河乃至整个江湖势力的平衡。苏云秀在故事中的重要作用，不仅体现在她救下苏沐雨这一关键时刻，更在于她后续的行动承担了关键责任。在苏沐雨以为神医白鹤怀已中毒身故后，是苏云秀护送假死的白鹤怀离开天启城，并在接下来的12年里一直悉心照料他，使其得以归隐。苏云秀选择带走白鹤怀，据说与他意图修炼需要名医辅助的奇特功法大春宫有关。他担心重情义的苏沐雨会坚决不放白鹤怀离开，从而影响他的计划，故而才向苏沐雨隐瞒了白鹤怀生还的真相。这个决定展现了苏云秀性格中超越单纯杀手身份的复杂面，他不仅有绝顶武功，更有深沉的考量和属于自己的执着。在《暗河传》的女性强者谱系中，若论及正面战斗的声威与江湖地位，雪月剑仙李寒衣无疑是公认的榜首。李寒衣是剑仙级别的存在，实力超群，曾一人一剑几乎灭掉大皇子萧勇，在江湖中罕逢敌手。药王新百草的师妹夜压，则凭藉其诡异的药人之术，能够以金刚凡境的药人击杀逍遥天境以下的强者，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座上宾。苏云秀的强大与他们都不尽相同，他的强不在于招摇的剑仙名号，也不依赖于诡谲的毒术或药人邪法，而是源于自身苦修而至登峰造极的掌法与内力，是一种更为纯粹和本源的武学修为。他的出场次数或许不多，但每一次出现都展现出决定性的力量。他就像是暗河这条汹涌河流最深处的定海神针，平时不显山露水，一旦出手则波澜壮阔，足以稳住大局，甚至改变河流的走向。苏云秀这个角色诠释了另一种强者风范，内力深厚，掌法超绝，心思缜密，行动果决，于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。他的存在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强大有时并非张扬于外，而是深藏于内，一旦爆发，便足以让整个江湖为之侧目。苏云秀的强大不仅体现在武力上，更体现在他那深不可测的谋略中。他后来救走白鹤怀，对外宣称白鹤怀已经死了，让苏沐雨苦苦思念12年之久。为何师父要如此残忍地拆散这对有情人？要知道，苏云秀这么做不是出于无情，而是因为他修炼大春宫需要白鹤怀的医术协助。他担心若如实相告，苏沐雨定然不会放手，甚至可能因此与师父反目，这才不得不编织谎言，让苏沐雨以为白鹤怀已不在人世。苏沐雨以为白鹤怀死了，剑心跌落，大不如前，直到暗河解散，两人才终于重逢，一起向南隐居，开了间小医馆，过上了平淡的生活。暗河的世界里没有纯粹的黑白，苏云秀这个角色之所以引人深思，在于他展现了江湖中人身不由己的处境。他既是武力巅峰，却又被功法所困；他爱护徒弟，却又不得不欺骗他；他掌控着暗河最强大的力量，却也有求于他人。苏云秀教授的研魔掌在剧中成了测试人性
的试金石。他亲眼见证了两个徒弟走向不同的道路，苏沐雨坚守本心，而苏昌河却逐渐被研魔掌的力量反噬。苏昌河成为大家长后，偷偷修炼研魔掌，这门武功虽然威力巨大，却会反噬修炼者，必须定期吸收他人真气压制反噬。苏沐雨发现一直被他视为兄弟的苏昌河不仅野心膨胀，还将暗河弟子炼制成为药人，最终不得不亲手结束他的罪业。